第一课，时间和交通。嗨，安娜，现在是下午4点30分了，你的怎么样？你好转，我的下午5点出发，你有票吗？是的，我在网上买的，它既方便又节省时间。这是个好主意，下次我得记住这一点。当然，在线预订在各种服务中越来越受欢迎。我同意，比较价格和选择最佳选择更容易。此外，您可以避免排长队和实体购票的麻烦。绝对可以，像这样的省时解决方案使我们的生活更加高效。说到时间，你有没有在这个城市使用过公共交通工具？是的，我有。这里的公交和地铁系统非常可靠。很高兴知道，我正在考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代替出租车。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公共交通既经济实惠又环保。我听说目的地附近有地铁站，导航容易吗？是的，地铁系统连接良好，还有英文标志。这让人松了一口气。我不想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迷路。别担心，约翰，您可以随时使用手机上的地图应用程序来获取指导。的确如此，技术使导航变得更加容易。绝对可以，我们有许多工具可供使用，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而且必须注意时间管理，尤其是在旅行时。时间很宝贵，提前计划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时间。我同意，守时和有条不紊的时，我们能够取得更多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交通时刻表并做出相应的计划很重要的原因。没错，做好准备可确保旅程更顺利，压力更小。所以，记得检查一下你的出发时间并准备好机票，约翰。谢谢你，安娜，我会确保准时到达并有效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客气，约翰。安全旅行，享受你在新城市的经历。我很感激你的建议，安娜，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最新进展情况。小心。第二课，应对紧张情绪。嗨，安娜，我明天要做一个重要的演讲，我真的很紧张。嗨，约翰，我明白，演示可能令人生畏。你呢？是的，我真的很紧张，我想给我的同事们留下好印象。在重要事件发生之前感到紧张是很自然的，记得深呼吸并保持冷静。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会尝试一些放松技巧来帮助我控制神经。另一种有用的策略是多次练习演示文稿，它可以建立信心。
这是有道理的。我对材料越熟悉，感觉就越舒服。没错，准备是关键，确保你对内容了如指掌。我还将尝试将成功的结果可视化，它有助于缓解一些焦虑。可视化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想象一下自己满怀信心地进行演示。我会试一试的。积极思考可以对我们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绝对可以。请记住，每个人有时都会感到紧张，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演讲者也是如此。知道这一点令人放心。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当然，别忘了休息一下，参加能让你放松身心的活动。好主意。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将有助于增强我的整体信心。必须专注于流程，而不是过分担心结果。我会记住的。与其紧张不安，不如专注于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就是精神，约翰。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谢谢你，安娜。你的建议稍微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不客气，约翰。我相信你。祝你的演讲好运。感谢你的支持，安娜。我会尽力的。我会告诉你情况如何。第3课，指路。嗨，安娜，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去图书馆吗？嗨转，是的，就在几个街区之外，向前直走大约3个街区。明白了，所以我应该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走3个方块。谢谢。没错，你会在左手边看到图书馆。完美。一路上还有什么我需要注意的吗？实际上，图书馆前面有一个漂亮的公园，你不能错过。哦，听起来不错。我一定要花点时间欣赏风景。这是值得的。公园是放松身心和享受新鲜空气的好地方。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件事。我将绕道游览公园。这是个好主意，它会让你更愉快地散步到图书馆。当然，我一直很喜欢在学习之前愉快地散步。这听起来像是放松身心和清醒头脑的完美方式。绝对可以。散步可以帮助我收集思想并更好地集中精力。我完全明白，有时候换个风景可以创造奇迹。的确如此。令人惊讶的是，简单的步行就能有所作为。顺便说一句，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或有疑问，请随时提问。谢谢，安娜。感谢你的帮助，并表示愿意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是来帮你游览这个区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很高兴我能依靠你的指导。这是我的荣幸，约翰。我想确保你有一个流畅的体验。我很感激你的支持，我一定会认真听从你的指示。我毫不怀疑你会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图书馆度过愉快的时光。谢谢你，安娜，我会充分利用的。待会儿见。第4课，坐公共汽车。嗨，安娜，我打算坐公共汽车去博物馆，我对这条路线不熟悉。嗨，约翰，别担心，大多数公交车都有屏幕和每个站点的自动公告。这令人放心，下一站我就不必经常检查手机了。没错，当您的站点即将到来时，公共汽车会通知您。这很方便，我可以放松身心，享受骑行乐趣，而不必经常担心会错过停靠站。这无疑使乘公共汽车旅行变得更加容易，尤其是在陌生的地区。我同意，科技使公共交通更加便于使用，这真是太好了。确实如此。现在，您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享受旅程上，而减少在导航上的精力。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色和声音。绝对可以。公共交通为城市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我很期待体验这种感觉，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的好方法。当然，您将看到不同的社区和城市的多样性。这是我喜欢旅行的原因之一，探索新地方，了解不同的文化。这是个人成长和扩大视野的绝佳机会。我完全同意，旅行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宽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乘坐公共汽车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探索这座城市。的确如此，我可以省钱，同时还能获得难忘的经历。绝对可以。此外，你将有机会与当地人互动，从他们的角度学习。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流。这是增进理解和建立有意义联系的绝佳方式。我很高兴能踏上这次冒险之旅，谢谢你的建议和鼓励，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享受乘坐巴士的乐趣，在博物馆度过美好的时光。谢谢你，安娜，感谢你的支持，我会充分利用的。小心。第5课，探索城市公园。嗨，安娜，你去过城市公园吗？我听说这是个不错的去处。嗨，约翰，是的，我去过那里。
这是一个美丽的公园，有很多绿地和休闲区。很高兴知道，我期待着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度过一个宁静的下午。这是放松身心和享受新鲜空气的理想场所。我能想象，公园里有特定的景点或活动吗？是的，有一个大湖，你可以在这里租用桨船，享受悠闲的骑行。这听起来像是一项有趣的活动，我一定会试一试的。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公园美景的好方法。我对此感到兴奋。那部航道呢？有风景优美的小路吗？绝对可以。该公园有几条维护良好的步行道，非常适合安静的漫步。这正是我需要的。我喜欢散步和欣赏周围的环境。那你一定会喜欢的。该公园提供风景如画的景色和宁静的氛围。这听起来很令人愉快。我一定要带上我的相机来捕捉美景。这是个好主意，您将有大量的拍照机会。除了湖泊和步行道外，公园里还有其他显著的特色吗？是的，有一个植物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花朵。这听起来很迷人。我很欣赏大自然和不同植物物种的美丽。对于自然爱好者和任何喜欢园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享受。我敢肯定，我会花很多时间探索植物园。慢慢来，享受每一刻，有太多值得一看和欣赏的地方。我会那样做的。感谢你推荐这个奇妙的公园，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和你分享这个隐藏的宝石。我很感激你的知识和指导，这是我访问的宝贵信息。我很乐意提供帮助。我希望你在公园里度过愉快的时光，约翰。谢谢你，安娜，我会充分利用这种经历。待会儿见。第6课，开一个花园。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开一个花园，我想在家里种一些植物。嗨，约翰，这是个好主意。园艺可以是一种有益和放松的爱好。我对此感到兴奋，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们需要特定的物资吗？是的，我们需要花盆来种植植物。我们去园艺商店买点吧。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敢肯定，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花盆可供选择。绝对可以。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些盆栽土壤和肥料。好主意，为植物的生长提供正确的营养很重要。当然，该商店将提供各种有机肥料，以使花园更健康。我很高兴他们优先考虑有机食品，这对环境也有好处。
绝对可以。注意，我们对地球的影响很重要。除了花盆和肥料之外，还有其他必需品我们应该考虑吗？我们还需要园艺工具，如抹子、修枝器和喷壶。我明白了，这些工具将帮助我们维护花园并保持其良好状态。是的，它们对于种植、修剪和浇水植物等任务至关重要。我很高兴能学习园艺技巧和照顾植物。这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获得更多的知识。这是乐趣的一部分。我喜欢学习和尝试新事物。园艺是与自然联系和培养成就感的好方法。我很期待看到这些植物的生长和繁荣将是令人满意的。绝对可以。见证你的劳动成果是一种有益的经历。我等不及要开始了，让我们去园艺商店收集所有物资。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我们将拥有创建美丽花园所需的一切。感谢你的指导和热情，安娜。感谢你的支持。不客气，约翰。我很乐意提供帮助，让我们让这个花园取得圆满成功。当然，安娜，让我们让它成为现实。在园艺商店见。第7课，安全旅行。嗨，安娜，我听说你经历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冒险经历，如何确保安全旅行？嗨，约翰，安全始终是我旅行的重中之重。我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很明智。你推荐了哪些基本安全措施？首先，我一直在研究目的地并熟悉当地的习俗和法律。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了解情况有助于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麻烦。绝对可以。我还确保有旅行保险，以应对任何意外紧急情况。这是明智之举，最好为任何不可预见的情况做好准备。此外，我会保留护照和身份证等重要文件的副本。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备份可以节省很多麻烦，以防丢失或被盗。是的，必须将副本与原件分开存储。我一定会记住的。为了确保旅行期间的安全，你还做了什么吗？我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相信自己的直觉。人身安全至关重要。的确如此，保持警惕和谨慎有助于预防潜在的风险或危险。绝对可以。我还要确保与家里的人制定沟通计划。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方法，保持联系和了解情况至关重要。是的，我会定期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办理登机手续，让他们知道我平安无事。
知道你在外出时表现良好，这让亲人感到放心。当然，最后，我尽量与当地人融为一体，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适应当地文化可以增强旅行体验。是的，它有助于营造对目的地的尊重和赞赏感。在以后的旅行中，我会牢记所有这些安全提示。谢谢你，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与你分享这些见解。你的经验和知识是宝贵的，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很乐意提供帮助，请记住，安全的旅行会带来难忘的冒险。当然，安娜，我一定要在旅途中优先考虑安全，小心。第8课，每日计划和杂货店购物。嗨，安娜，你今天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我需要去杂货店购物。嗨，约翰，我没有任何既定计划。杂货店购物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太棒了，我需要储备一些必需品。你需要什么吗？实际上，我需要买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它们是我饮食中的主食。这是一个健康的选择，我一定要把它们也添加到我的购物清单中。优先考虑有营养的食物总是一个好主意。你的清单上还有什么？我还需要买一些乳制品，比如牛奶、奶酪和酸奶。乳制品是钙和其他必需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我也会把它添加到我的清单中。购买乳制品时，不要忘记检查有效期。当然，新鲜度至关重要，我总是在购买前查看日期。除了杂货，我可能会买一些清洁用品和洗漱用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保持我们的生活空间清洁卫生很重要。是的，尤其是在清洁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的时期。我还需要买一些家居用品，比如洗衣粉和厕纸。这些是我们不应该用完的必备物品，我也会把它们添加到我的清单中。做好准备并拥有储备充足的储藏室和家居用品总是件好事。当然，它使我们免于在最后一刻赶到商店。你有专门的商店去杂货店购物吗？我通常去附近的超市，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产品。这听起来很方便，我会加入你的行列，我们可以一起购物。那太棒了，一起购物总是更有趣。另外，它使我们有机会赶上来共度时光。当然，这是聊天和享受彼此陪伴的好机会。那么，让我们计划今天晚些时候在超市见面。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在超市见。
那里见，约翰。让我们的杂货店购物变得富有成效和愉快。当然，安娜，很期待，很快见。第9课，选择完美的礼物。嗨，安娜，我有个特别的日子要来了，你想帮我选择完美的礼物吗？嗨，约翰，我很乐意帮忙。场合是什么？礼物是送给谁的？下周是我姐姐的生日，我想给她买点独特的东西。这对你来说很周到。她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她热爱摄影，喜欢旅行。我想找一些与这些相关的东西。旅行摄影书或相机配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好主意。她一直在寻求提高自己的摄影技巧。你也可以考虑一份个性化的旅行日记或一张刮掉的世界地图。我喜欢这些建议，这激发了她记录旅行的灵感。另一种选择可能是订阅摄影杂志或在线课程。这真是个好主意，这将为她提供新的见解和学习机会。我们待会儿见面，探索一些礼品店。我们可以一起寻找灵感。听起来很完美，你的意见肯定会帮助我做出更好的选择。一起购买礼物总是很有趣，我们会找到他会喜欢的东西。我很感激你的帮助，安娜，你的创造力和想法是无价的。我很乐意提供帮助，让这份礼物令人难忘且有意义。我完全同意，重要的是要告诉他对我有多重要。我们会找到能反映你姐姐兴趣和个性的完美礼物。谢谢你，安娜，我很期待我们的购物之旅。我也是，约翰。让我们稍后见面，让这次送礼体验变得特别。当然，安娜，很快见，再次感谢您的帮助。第10课，克服语言障碍。嗨，安娜，你在与某人交流时是否需要克服语言障碍？你好转，是的，我在旅途中遇到了语言障碍，这可能具有挑战性。我能想象，尽管有语言障碍，你是如何设法沟通的？起初，这有点困难，但我发现非语言交流很有帮助。非语言交流，比如手势和面部表情。是的，没错，简单的手势和面部表情可以传达很多意义。的确如此，当口头交流受到限制时，非语言线索可以弥合差距。此外，使用地图或图片等视觉辅助工具可以帮助理解。这是一种聪明的方法。视觉辅助工具可以提供背景信息并促进沟通。
我还发现，在当地语言中使用基本的单词和短语会有所帮助。学习一些关键短语可以在打破语言障碍方面产生很大的不同。当然，即使是简单的问候和感激之情也可以大有帮助。他表示尊重并努力以母语与他人建立联系。绝对可以。人们对学习和与他们沟通的意愿表示赞赏。您是否曾经使用过翻译应用程序或设备来协助沟通？是的，面对复杂的对话时，我曾在手机上使用过翻译应用程序。技术可以成为在实时情况下弥合语言差距的好工具。但是，请务必记住，翻译可能并不总是准确的。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最好使用技术作为补充，而不是仅仅依赖。建立耐心并对不同的沟通方式持开放态度是关键。在应对语言障碍时，耐心和适应能力至关重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幽默感也很有帮助。积极的态度可以为沟通营造友好而热情的氛围。绝对可以。笑和微笑是可以打破障碍的通用语言。克服语言障碍需要双方的努力和理解。的确如此，这是一个寻找共同点和建立联系的相互过程。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和见解，安娜，这是有价值的信息。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为我们的语言学习之旅做出贡献。让我们继续拥抱多样性，向不同的文化学习。当然，约翰，用正确的心态可以克服语言障碍。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继续提高我们的沟通技巧。当然，约翰，我们可以共同打破语言障碍，增进理解。说得好，安娜，让我们继续学习和成长。第11课，探索街头美食。嗨，安娜，你尝试过任何美味的街头小吃吗？嗨转，是的，我在旅途中吃了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烤肉串。烤羊肉串听起来很棒，你还尝试过哪些其他街头小吃？我还吃了美味的炸玉米饼，里面装满了嫩肉和新鲜的浇头。炸玉米饼是经典的街头小吃选择，你尝试过任何独特的口味吗？是的，我吃了一些带有异国情调馅料的炸玉米饼，比如烤仙人掌和辛辣的沙沙酱。这听起来很冒险，我喜欢尝试新的和独特的口味。街头美食是体验当地美食和文化的好方法。绝对可以，这就像品尝这座城市的正宗风味。我还尝试了一些装满奶酪和肉的香脆可口的肉馅卷饼。肉馅卷饼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很受欢迎，
它们太好吃了。别忘了新鲜出炉的面包令人垂涎的香气。啊，新鲜出炉的面包的味道令人无法抗拒。我还沉迷于一些甜点，比如涂有肉桂糖的油条。油条是我个人的最爱，它们是一种美味的含糖零食。我忍不住要试试街头小贩的清凉水果冰沙。水果冰沙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天气里解渴。绝对可以，口味和组合的种类是无穷无尽的。你有最喜欢的街头小吃摊或摊位吗？有一家供应商做了最神奇的沙拉三明治卷饼。沙拉三明治卷很好吃，我喜欢口味和质地的组合。没错，它是脆皮沙拉三明治，新鲜蔬菜和浓郁酱汁的完美混合物。街头美食确实提供了独特的烹饪体验。从鲜艳的色彩到诱人的香气，这是一场感官盛宴。光是说着我就饿了，我等不及要尝试更多街头小吃了。去不同的地方旅行时，探索街头小吃是必做的。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美食界的好方法。当然，每一口都讲述了一个故事，创造了持久的回忆。感谢你分享你的街头美食经历，安娜，太令人愉快了。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和你分享我的美食之旅。让我们继续探索和品尝街头美食的多样化世界。当然，约翰，总有一些新颖而美味的东西值得探索。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的味蕾保持兴奋和满意。未来还有更多令人垂涎欲滴的街头美食冒险之旅。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沉浸在世界的味道中。第12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避难所。嗨，安娜，你有没有在外出时发现自己需要庇护？嗨转，是的，有一次开始下大雨。哦不，你做了什么来避雨？幸运的是，我在附近发现了一家舒适的咖啡馆，决定在那里避难。太幸运了，咖啡馆通常是寻找庇护所和享用热饮的好地方。没错，我点了一杯热咖啡，然后安顿下来直到雨停了。咖啡听起来像是雨天的完美伴侣。确实如此，咖啡馆的气氛非常温馨和舒适。你和其他咖啡馆的朋友有过有趣的对话吗？是的，我和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友好的情侣进行了交谈。太棒了，咖啡馆可能是结识新朋友的绝佳场所。
我们最后聊了聊我们最喜欢的书，并交换了推荐。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简单的避难时刻能变成有意义的互动。绝对可以，有时意想不到的情况会带来美好的联系。你在咖啡馆里发现任何有趣的特色或装饰了吗？是的，咖啡馆采用了迷人的复古装饰，配有舒适的扶手椅和书架。复古装饰为氛围增添了独特而怀旧的气息。我还注意到墙上陈列着漂亮的艺术品。艺术品可以增强整体体验，为空间带来活力。它确实增添了咖啡馆舒适温馨的氛围。你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尝试过任何美味的糕点或小吃？哦，对了，我忍不住要沉迷于一片令人垂涎的巧克力蛋糕。巧克力蛋糕听起来像是在雨天享用的完美享受。这绝对是神圣的，浓郁的巧克力和湿润的蛋糕的组合简直太棒了。想象一下我就饿了。咖啡馆通常有最好的甜点。它们确实如此，这是满足你爱吃甜食的理想场所。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安娜。这听起来像是一次愉快的逃跑。不客气，约翰，那确实是一个难忘而舒适的时刻。让我们记得欣赏这些意想不到的庇护和舒适时刻。当然，约翰，他们提醒我们放慢脚步，享受简单的乐趣。绝对可以。生活中的小惊喜可以使我们的旅程更加特别。太真实了，让我们始终乐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庇护所。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拥抱偶然之美。这是为了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找到舒适感和人际关系。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继续拥抱生活中的小惊喜。第13课，智能资金管理。嗨，安娜，你有没有遇到过任何关于如何理财的有趣小贴士？嗨，约翰，是的，我已经学到了一些可以帮助进行明智资金管理的策略。这听起来很有趣，你有什么技巧可以和我分享吗？一个重要的提示是制定预算并定期跟踪开支。预算确实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您随时了解资金的去向。另一个提示是优先考虑每月储蓄一部分收入。储蓄对未来的金融稳定很重要。一个人应该存多少钱？如果可能，建议至少节省收入的20%。这是一个很好的基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更好地管理资金？重要的是要避免不必要的债务，并偿还任何现有债务。债务可能是一种负担，有哪些策略可以有效偿还债务？
一种方法是优先偿还高利率债务。这是有道理的。从长远来看，偿还高息债务可以节省资金。此外，为意外开支建立应急基金是明智之举。在困难时期，应急基金提供了安全网，应该为紧急情况存多少钱？通常建议节省3到6个月的生活费用。在不确定的时期，拥有这种财务缓冲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绝对可以。为长期财务增长进行投资也很重要。投资可能令人生畏，对如何入门有任何建议吗？研究并寻求财务顾问的指导是个好主意。获得专业建议可以帮助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此外，分散投资可以帮助降低风险。多元化是关键，将投资分散到不同的资产是明智之举。最后，根据需要定期审查和调整财务计划至关重要。在不断变化的金融格局中，灵活性和适应性很重要。没错，通过随时了解情况和积极主动，我们可以有效地管理我们的资金。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安娜，它们既实用又有用。不客气，约翰。用金融知识增强自己能力很重要。让我们继续学习和实施智能资金管理策略。当然，约翰，这是一段通往财务福祉的终身旅程。明智的话，安娜，这是为了做出明智的财务选择并确保我们的未来。第14课，持久的电池寿命。你好，安娜，你遇到过任何电池续航时间长的设备吗？嗨，约翰，是的，我最近发现了一款电池寿命更长的智能手机。这令人印象深刻。该设备的电池可持续使用多长时间？即使大量使用，一次充电也可以持续长达2天。这太了不起了！许多智能手机难以使用一整天。确实，拥有经久耐用的电池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我们旅途中。绝对可以。当我们的设备很快耗尽电池时，这真是令人沮丧。这可能很不方便，尤其是当我们依靠设备进行工作或通信时。是否有任何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的特定功能？是的，这款手机采用先进的省电技术来优化电池的使用。这令人印象深刻。优化功耗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此外，与其他型号相比，这款手机的电池容量更大。更大的电池容量绝对可以延长2次充电之间的使用时间。
对于那些整天都在使用手机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很棒的功能。绝对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可提供便利和安心。它使我们能够更长时间的使用我们的设备，而不会受到干扰。这是一个主要优势，尤其是在我们旅行或远离电源插座时。拥有一台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可靠设备总是件好事。当然，长久的电池寿命是许多消费者追捧的功能。选择新设备时，请务必考虑电池寿命。你还遇到过其他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电池性能的设备吗？是的，我还发现了可以延长电池寿命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配备耐用电池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提高工作效率。绝对可以，它们使我们能够工作或享受娱乐，而不必担心电量耗尽。太棒了！配备耐用电池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它们无疑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更高效。感谢您分享这些信息，安娜。很高兴了解具有更长电池寿命的设备。不客气，约翰。拥有能够跟上我们忙碌生活的设备总是有帮助的。让我们继续探索和利用可提供持久电池性能的技术。当然，约翰，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符合我们需求和生活方式的设备。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要保持通电和连接。